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你看到今天亚洲的股市真的是一片惨绿绿，完全都是全倒，很明显是受到了这个伊朗战事的影响，尤其是伊朗的荷姆兹海峡。你看到这一张图里面，为什么荷姆兹海峡会对全球的股市进行一个大震荡呢？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讲非常白，你的船敢进来的话，老子就轰爆你；你敢进来的话，我就炸死你。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的油船敢经过这个地方，而这地方是掌管全球能源枢纽最重要的地方，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都是走在这里。尤其是对亚洲国家，包括我们台湾、日本、韩国，甚至对中国都是这样。所以今天荷姆兹海峡被掐紧之后，全球大乱了，大家都会觉得能源危机是要来。千万不要，明天就是中国两会要开会的时候了。就是因为这个开会，我们才懂川普他到底是要干什么，而是要打一场石油金融战。这场石油金融战，他唯一的对手就只有一个，叫做中国。因为当他今天把伊朗拿掉之后，他现在已经有5大的产油国、5大的产油地都在川普的手上，而这个产油地在川普手上的时候，对中国是一个至大的威胁。你看日经亚洲今天怎么说？他用一个标题，他说伊朗之后，中国对川普石油和台湾面临了困难盘算。它里面讲，其实习近平的盘算已经算得非常非常好，只是没想到美国真的把伊朗给端掉了。美国把伊朗端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石油问题。当今天中国的石油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伊朗，它会出现能源危机，中国恐怕连台湾要打台湾这件事情，这个美梦永远不会成真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团队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资深媒体人吴胜峰，大家好。松哥，我们刚刚讲，今天川普在干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军事上，他根本就在打一场石油的金融战。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哦，这是曾任情报官员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国际与政治研究的教授，他发布的文章，他说：我跟你讲哦，川普发动攻击针对的不是伊朗，而是一尾更大的鱼，而这一尾鱼现在要上钩了。没错，赵，我问你，你认为他这一尾鱼是哪一尾鱼？当然是中国这一尾鱼嘛。中国他讲得非常清楚。好，那为什么不是只有他这样说？他是说川普发动这个攻击针对的不是伊朗，而是一尾更大鱼。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日经说什么？他说伊朗之后，中国对川普石油还有台湾面临困难的盘算。对，所以你把这2篇文章碰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其实川普对后对的是谁？当然对付的就是中国嘛。好，那中国他要用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伊朗它是什么国家？它是产油国。尤其过去几年，如果你知道说伊朗对这个中国来说的话，伊朗产的石油呢，几乎90%都跑到中国去了。对，那跑到中国去的时候呢，伊朗的这个石油呢，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伊朗不是被美国禁止吗？你知道中国呢？虽然说你伊朗是我的这个全面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不好意思，你伊朗你要卖给我油的时候，请你算便宜一点。通常都是打个5折啦，国际价格是什么5折、6折或者是3折，就便宜拿到。对，便宜拿到的时候，你知道中国过去几年经济不是不太好吗？它是因为有伊朗这个便宜油的时候，让我的经济又稍微好了一点。就现在呢，我把你这个便宜的油把它拿掉了，拿掉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尤其是你知道，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伊朗又说我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嘛。对，那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宽度只有3公里左右，全世界1/5的石油都经过这个海峡。那你看。假设真的是封锁住的时候，照我问你，美国会不会怕？川普会怕。川普怕的是什么？川普怕的是说，他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通膨，会影响到中国怕不怕？中国怕惨了，因为中国会没有石油。没有石油之外还有什么？重点是没有廉价的石油。对，所以对我经济不就完蛋了？对啊，所以对他来讲当然是压力非常大。好，那我们来看日经亚洲，日经亚洲说什么呢？你看中国的2大这个石油供应国都被美国突袭，川普直接借个这个快速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向习近平传出个讯息是什么？美国可以从中东抽身，将资源转往印太的这个状况。所以因为伊朗战争的影响的话，不只是川习会上面的台海，还有美中贸易的问题，还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中国是这个伊朗原有最大的进口国嘛，尤其他们又签下了所谓4000亿的这个投资，然后享有伊朗的极大的这个优惠价。现在没有了之后呢，那我就讲。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是川普的筹码。我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川习会上面来说对你喊牌。不过我跟你讲，当然了，因为现在油价处在一个不确定的这个状况之下，今天可能对很多台股的投资人或者是亚洲的投资人说心情不太好。那包括说像韩国股市，
照我那韩国股市今天跌了7.24%，这是大盘对，大盘跌了7.24%，然后日本来说的话也跌了1700点，香港股市啊、中国股市都在跌，所以看起来的话，事实上目前为止全世界可能都在怕说油价往上升的时候，可能对东亚国家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跟这个股市的这个波及的这个情形。而且宋哥，我们刚刚讲中美每次都在一个对抗中，但没想到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当你今天都知道。他把伊朗给端掉之后，就等于是把手完全是掐在中国的脖子上面。对，你没有原油可以用，你没有能源可以用，甚至你没有便宜的石油可以用。对，结果没想到中国竟然干了一件事情，你早就在买美元了。对，你心想莫名其妙，你不是要让你的人民币能够让全世界都流通出去，要把美元霸权给打趴吗？你竟然去买美元了？对，没错，这是一个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是什么意思呢？照理说啦，如果假设中国想要挑战你这个美元的时候，应该把人民币买进来，然后把美元卖出去的，就没想到没有，他就说了，中国呢在2025年的12月就买了这个超过1000亿美金的外汇存备，这个1月又买了大概约莫700亿美金，所以等于是说你拿去美元，你还是一直在加资美元。为什么要买美元？因为他知道。全世界动荡的时候，最有保命的这个钱的时候，还是美元。我们刚刚讲荷姆兹海峡封了，对他来讲是不是七伤拳？当然伤啊，我油也没办法出去，但你不要想拿到任何油。对，因为什么？我就无差别轰炸，我就炸翻你的。对，没错。实际上，伊朗目前为止来说，最高领导人怎么做呢？他们最高领导人是谁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只能够说，反正你给我炸就对了，无差别的攻击。你看这是什么画面呢？这是他们出动这个无人机或者说飞弹来说话，攻击什么？攻击美国驻利雅得的这个大使馆爆炸。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可能是无人机嘛。那这个尤其是美国的驻利雅得大使馆就证实说是无人机2架攻击这个地方。好，那你居然敢攻击美国的大使馆呢？美国的立场当然是虽远必诛的一个状况啊。好，那美国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前几天不是有人就说什么击中这个学校，伊朗就出来说，你看你这个美国无差别攻击，打我们伊朗的这个学校，让我们很多的妇女、很多学生就死亡。就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就说不是。美国说，从现场的录影跟这个定位来说的话，弹道符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发射的失败的飞弹坠落，不是我们的外部打击。不是，所以你根本在乱打。美国当然不会饶你。美国怎么做呢？你看现在美国用很多新的武器，包括说现在美国包括说大量无人机在你的这个伊朗上空，看你有什么武器出来，我就把你打掉。对，甚至还有一个传言就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发给影片，这影片来说的话，你这个光很奇怪。你看有这个光来说，人家就说，难道他在那边闪，对不对？难道你是雷射武器吗？因为这个不像是我们一般知道飞弹，飞弹就是一个飞弹，你会看到一个飞弹坠下去之后，然后爆炸。对，人家就说，难道是这个所谓你的这个所谓雷射武器吗？好，这是市场大家一个这个传言。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他们美国这次还出动了 B1 的这个轰炸机，这个枪击兵的这个轰炸机，它做什么？它发了非常多的这个钻地弹。钻地弹它打什么？打你们的这个地下碉堡，打你们这个可能工厂在地底下，我把你打掉。如果你伊朗继续对我攻击的话，那我怎么办？我不排除要派出地面部队。地面部队要进去了。对，因为我用这个地面空中的武力没办法解除你说，我就用地面武力。所以现在美国呢不排除是要升高这个战事的，赶快把伊朗干掉。为什么赶快把伊朗干掉？因为对川普最好的盘算是什么？赵，你知道吗？第一个。我要尽快拿下伊朗之后，但是油价不能够大升。对，油价大升来说，对它会有压力。对，因为周边国家会说，你不要让油价这样涨了啦，这样会很大压力。我跟你讲，川普最好的盘算是什么？你知道他在盘算什么吗？第一个，我今天在上半年的时候把伊朗干掉，因为什么？因为假设伊朗的问题拖到下半年，照美国下半年要做什么？期中选举。对，期中选举油价如果如同这几天这样飙的话，你觉得川普会赢吗？他输惨，他通膨就高了。对，好，那如果现在呢解决了之后，这个油价就低了，那年底选举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困扰？对，所以当然是这样。好，那这是他的盘算之外，他还在钓鱼。钓什么鱼呢？你从这张图你就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事实上，目前为止，全世界有5大蕴藏量的国家，第一大是什么？委内瑞拉。对，现在委内瑞拉是谁在控制？美国控制，老美在控制嘛。第二大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王储跟川普是谁啊？马吉萨尔曼最爱他了，对嘛？好，第三大的话，有人说是加拿大，好，那也有人说是伊朗。好，无论如何，加拿大目前为止，美国不是说我要并吞你嘛？对，加拿大对美国来说也是没有，几乎是美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伊朗在这边，还有伊拉克。伊拉克目前为止来说，美国是在这里面有驻军的哦。所以你看，全世界前5大的产油国，过去委内瑞拉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对，过去伊朗不在你控制范围，现在呢？搞不好这一轮作战之后呢，5大产油、5大蕴藏量都在我的手上的时候，
都在川普的手里。对，当我在川普的手里，我可以决定油价高或低，对，油要给谁，是我不要给谁，是，都会被他掐死。好，那这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中国想跟我打仗，对不对？好，我就把你石油掐断。我把你石油掐断，你凭什么跟我打仗？对，你连打仗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川普很简单啦，你如果敢拿其他东西跟我叫牌，我就用石油来跟你施加压力嘛。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石油的国家，对，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掌握所有的石油的国家，你真的牌在谁的手上？这牌当然就在美国的手上嘛。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朝鲜日报就报道，你看刚好我就说，对这个中国来说的话，这几天非常尴尬，因为228这个川普去打这个伊朗之后，没多久中国就要开两会，明天就要开两会，开两会要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讲什么？哎，我们的这个军费的问题啊，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状况来说，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外交怎么办？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你看中国已经开始非常的紧张了。你看代表团下达了北京的饭店周边的警力增加，路口都有安保人员跟公安的执勤啊，这个安保的状态比去年往年又更高啊。那这几天的时候，你没看到说中国的这个这个所谓飞机都没有来台湾的，对，所以等于是现在中国现在一片安静。我就这么刚好，明天就要开两会，对，两会会做一件事情，公布 GDP，对，我们已经说喽，成长会下调，对，但是那个下调代表是什么？是他还没有去打伊朗前，是如果他接下来没有便宜的石油可以用，你 GDP 一再下调的话，中国人民会禁不住的。当然了，我就跟他讲，石油对一个国家多重要。第一个，石油有发电啊，或者说它的石化成本，一旦它没有办法拿到那么便宜的这个油价的时候，它可能未来的成本会上升，会导致它的通膨会往上升啊。那这个对中国民众来说，当然压力非常大，你一定经济就会面临到下修。所以我跟你讲，它目前为止就卡在他现在这个局势的，我怎么去定今年的 GDP， 我都完全不知道了哈。那我跟他讲，还有更好笑了，你知道伊朗不是在狂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他们自己打到伊朗自己的影子舰队的这个船舰都被打掉。对，他们原本有一些影子舰队的是可能跟我交好的国家了，我要卖石油，就没想到自己打自己，打到他们自己的。所以我就说，中国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伊朗现在是完全打疯了一个状况。那我就今天跟他讲嘛，伊朗目前为止来说啊，中国大概只有5个月来自这个伊朗的这个油量是在这个地方，所以5个月之后呢，这个你要怎么办？你要去找这个替代者，你找不到，你找得到找不到，就是你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压力。那你更不用讲，我们就讲。中国一直有一个野心嘛，对不对？你的石油被美国控制了之后呢，你要挑战美国的话，就是什么？我要去美元化，我要用人民币。对，就没想到，你看，这是这个所谓一个经济学家塞瑟瑟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你说中国想要说，我要去用这个所谓人民币，但没想到中国并没有增加官方的外汇存底，就是说外汇存底是没有增加的。他是怎么做呢？他取而代之是将美元放进了国有银行的仓库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买了很多美元，但是我不是变成外汇存底，我是先说，这个所谓的商业银行，你就买一点美元在这个地方放着，我必要的时候我拿出来用。不是他们不是要打造一个人民币霸权吗？是，然后你忙着去买美元，是你买你认为心中你敌国的钱，是。那你还要打什么霸权？因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没有人要用嘛，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我才跟你说，中国说的往往跟他做的完全不一样。好，那我觉得对中国最尴尬的是什么？我跟他说了，这个国际政经局势的这个玩家，你不是说你只有这个横冲直撞，你要了解这里面的这个所有国家的这个来龙去脉，你才能玩得好。对。那你看，事实上，你看这个川普这次不是为什么去打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朗？照我知道，现在传言说有2个人一直叫这个川普去打。一个当然是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胡，你不赶快打的话，我就完蛋。就现在还有另外一件事啊，这是华盛顿邮报说的，他说萨尔曼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他说他在过去1个月里面私下打电话给川普，他说了，你应该赶快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对，同时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对华府喊话，直指伊朗构成以色列的生存危机，要求美方的出手打击。然后穆罕默德就萨尔曼，就沙特阿拉伯王储，他说他向美方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伊朗势力只会日益做大。不会吧？他之前不是讲什么？他还警告美国不要打，结果今天被华盛顿邮报爆出来，他是私底下打电话，你现在不打，你会后悔。照我跟你讲，事实上在几年前的时候，你看这是2023年3月10号，对，当时中国还这个很开心的说，你看我达成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世纪的大和解，这个大和解，你看伊朗啊、沙特阿拉伯2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到北京哦，对，因为有我北京的协调，这2个世仇，对，好朋友，没问题，没有错。然后就说你看大团结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情形。好，那我跟他讲，这就是为什么好笑，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吗？
萨尔曼或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在中东的最大敌人根本就不是以色列，对，他们在中东最大的敌人就是伊朗。为什么是伊朗？因为伊朗的这些神学政权呢，推翻了王室，建立了神权政权，那他就一直主张要推翻王室。请问萨尔曼是什么？王室，他是王室啊，所以他根本就最怕就是伊朗。可是问题是你中国跟谁最好？跟伊朗最好，你表面上他们是看你的面子，好啦，我们愿意达成这个和谐，但是是表面功夫，真正的私底下伊朗是想要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是想要干掉伊朗的。所以你看伊朗这一次来说，他不是被打掉了的时候，你看伊朗是不是对周边国家狂轰滥炸？对，他还不是轰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炼油厂，他还不是轰了卡达，他根本没有在鸟那些国家。所以我跟你讲，你中国完全误判。事实上，伊朗跟这些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来说的话，他们的确有一些矛盾存在，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来说是更深层的这个问题存在。那你就完全横冲直撞，你压了伊朗之后，就确定那些沙烏地阿拉伯国家不会站在你这边。所以，像去年一段时间来说，你看美国不是到这个川普不是到这个中东国家去访问了一轮吗？照你知道，我们台湾要对美国投资2500亿，对不对？那日本要对美国投资5500亿，对不对？对。韩国要投资3500亿，你知道他们都不是最多了。最多是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啊，他们都要投资1兆跟1兆6千亿耶，他们要投资美国这么大，为什么要投资美国这么大？因为很简单嘛，川普一定跟他说，萨尔曼，我来供啊，你如果投资我美国的话，我保证我帮你干掉伊朗。对，那沙烏地阿拉伯要不要投资？当然要啊。对啊，他是我心头大患。对，我给你安全保证，所以这才是川普在玩的一个游戏，这就是国际现实。其实中国根本完全搞错了一个方向。瑞哥，我们刚刚讲这一次是打一场石油的金融战，川普已经准备好，唯一的就是中国。不要小看他的决心哦。你看到10年前的美国跟10年后的美国真的差很多。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2016年，当时美国的海军被伊朗给扣押，这是国际的耻辱啊！10年后，他们加倍奉还。对，没错。那么对美国人跟美军来讲啊，2016年发生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美国的小艇竟然被那么当时的伊朗的海军给查扣。你没有发现每个人都下跪，有没有下跪啊？然后把手放在头上面，而且有的女兵还被要求附上头纱，这样等等，黑金头纱等等啊。这个当时的美国参议员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10年后，经过前几天这样一战，伊朗有你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那么这个得说啊，这个无法摧毁吗？没有嘛，秒杀的。因为总统换了人，因为10年前是奥巴马，10年后是川普嘛，川普一声令下打下去，整个打下去了以后啊，原来伊朗这么不堪一击呀！以色列在第一时间已经把他们的伊朗的飞弹发射架有一半全部都毁掉了，所以这个为什么有3000枚的飞弹到现在为止射出来不到区700-800枚嘛？对，因为有一半已经被摧毁到了，所以呢，它有很多，他们不是都藏在地底下吗？对，藏在地底下，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把地底下的飞弹跟这无人机全部端上来嘛？它现在发射到附近周遭7个国家，那么包括后来往以色列去炸的这些。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大概已经出动了1200多架，被拦下90%以下都被拦下来。对，我这次有一个我的个人非常讶异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这些国家，中东这些国家拦截率竟然高达90%以上哎！所以对伊朗来说完蛋了。我以为我无差别乱打，打完之后你们这些国家会去跟美国讲说不要打了，结果我捅到马蜂窝，太凶了。你看阿联酋就好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它拦下了当飞弹的部分呢182枚，它拦下了169枚；无人机的部分拦下了645架。科威特自己本身拦下了178枚的飞弹，还有384架的无人机。那么在巴林的部分拦下了70枚的飞弹跟76架的无人机。卡达也拦下了101枚的飞弹跟大概有24架的无人机。沙烏地阿拉伯没有公布，但你要知道，沙烏地阿拉伯的拦截绝对不会输阿联酋。为什么？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它跟美国所买的各式的拦截飞弹是所有的中东国家最多嘛。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搞了半天他们都在防伊朗，他们在空防做的第一水。我讲真的啊，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说世界最密的防空是在这个以色列，对，飞弹第2密度最大是台湾，对不对？对，结果现在拦截率最高的竟然在中东这几个国家，这些中东的海湾国家，我们刚念到，它的拦截率到90%以上，对，没有错，它拦截到这么高的一个境地啊，很可怕。那么这次呢，大家也见识到
我们昨天不是我就觉得很纳闷，有个外电的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纳闷，说伊朗竟然有办法击落数架的美国的军机，我想说伊朗为什么还有这个能耐呀？结果后来说还 F-15还有3架。就后来今天证实，不好意思，是科威特自己的防空系统、防空飞弹打下友军这个美军的3架 F-15啊，然后呢 F-15打下来以后，这个5名的飞行员呢全部获救。对，好，重点来了。第一个是我们注意到它误击嘛，对，那为什么会误击？因为在现场那么乱的情况之下呢，美军为了很多的这个考量，把敌我分别系统给把它关掉了，你知道吗？他为了很多的这个保密的一个问题嘛。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讲这件事，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单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就足以把这个3架 F-15给打掉了。所以他要打掉你伊朗，不是这个轻而易举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卡达也打下了2架的伊朗的这个军机嘛。对。所以你就知道，那现在呢，我都搞不懂这个伊朗到底想什么。你去惹这些中东的国家就好了，你没事去炸法国的这个空军基地干嘛？又把这个攻击制造你去炸向英国的这个小岛。英国跟法国这个2个国家不是躲得远远的吗？对，表面上在骂说，哎呀，美国啊不讲武德啊，要打之前都不把我们这个忠实的友邦放在眼里啊，不通。你知道为什么不通知吗？因为美国为了这一次，为了达到狙杀哈米尼。所以呢，他不要让哈米尼有机会获得情报，去躲在地下。对，所以他瞒着，他不要让他怕美国怕英国跟法国的情报系统出卖盟邦，把这个讯息告诉伊朗。为什么要告诉伊朗？就不想这个事情发生嘛。对，所以呢，他瞒着，然后呢，就瞒着就不讲。不讲了以后呢，本来这些欧盟的国家是本来点讲3号公保不想卷入，对不对？你现在逼的法国跟英国都得卷入啊！他说我要参战了，那德国不卷入不行啊，所以被这些3个国家只好卷入嘛。还有，那么我们昨天就在本节目讲过了，因为呢，包括 F-15EX 啊，这次有个型号的 F-15EX， 为什么注意到呢？因为那么沙地阿拉伯出动了这样的军机，沙地阿拉伯本来虚拟派就跟你伊朗的什叶派2个都是回教的，但是2个呢是水火不容。去年本来还在中共的调停下，两边暂时握手言和，但现在干起来了。你直接伊朗打了我沙地阿拉伯最大的炼油厂嘛，我当然跟你干啊！你要知道，虽然沙地阿拉伯有很多的空军，但是他们的战斗力跟他们军队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那个忠贞度，对不对啊？对，始终不如预期啦。可是问题来了，他有钱呐，所以呢，他是全世界，他跟印度是全世界购买军武最多的国家。所以呢，有人这边讲说啊，美军呐、美国啦包括提供给以色列的飞弹啊、炸弹啊，炸那么多了以后呢，那么是不是很多的飞弹都来不及了？军武到时候都来不及，到时候怎么保卫这个台湾啊？到时候亚洲这边你也不要想太多了啦。为什么？因为单沙地阿拉伯就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弹药库。它里面的相关的弹药之多，单精准炸弹去年花了好几千亿跟美国买了上万枚，所以你担心什么啊？廷辉老师，我觉得今天让国际上面，甚至让台湾人非常惊讶是什么？我们过去讲中国很常讲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战狼的台词，就没想到今天这个台词竟然是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讲出英文版的，他说什么？犯我美国者，虽远必诛。我先讲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去讲这句话，他很明显也知道这是中国剧里面的台词，他今天就是对着中国讲。他今天在中国讲之后，更发现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内部除了小粉红很气之外，我们不是大国吗？我们在这场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呢？连中国的国师叫李毅，他今天又喷了。他喷什么？他说：“中国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还没有统一组合的国家，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就这么难呢？”他讲一大堆，他说台湾早就独立了。这个中国的犯我中华者啊，虽远必诛，只能在电影当中看到。但是在美国来讲的话，他是扎扎实实的就在实境秀当中看到了我们战争部长这个海格塞斯讲的这句话：杀我美国者，虽远必诛。对，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因为中国实在没有人力去杀人家，但美国来讲的话，我要杀随时都可以杀，所以差距就在这里。双方都可以也上演一场所谓的战狼外交的一个角色。对，但关键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它是采取实际行动，而中国大家通常都打嘴炮，所以今天李毅跳出来哈，当然李毅是不是国师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他在中国大陆的争议性真的非常大，他是自称中国国师，但是呢，他今天终于讲句了人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台湾早就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那今天来讲，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要脸的国家叫做中国。他把直接讲这样子，他自己亲自讲的哦。那他为什么？他说啊，96年的时候台湾就已经选举了啊，总统直选。所以呢，全世界大概有80多个国家都发贺电给台湾，所以台湾早就有主权的国家。那但是他其中后面提到一点，就是说，真是丢脸啊！为什么丢脸？因为台湾跟中国距离只有100多公里而已，人家美国是什么？几千公里去杀哈米尼，几千公里去杀那个马杜洛，或者去夹马杜洛啊！但是现在呢，中国区只有100多公里，不敢做这些事情。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可能更加严重的不是这个，也不是李毅所讲的这些东西哦，更加严重的是他在全世界可能会孤立无援。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他孤立无援，他不是除了伊朗之外，他不是有俄罗斯吗？没有，今天你看到普丁，他的风向已经改变了，风向变了，对，风向已经变了。普丁他们啊，还有包含他的这个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发言人都讲一句话，他说俄罗斯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谈判。那俄罗斯呢，不愿意为了伊朗跟美国直接发生局势冲突，不是跳船了吗？是你的事情，那伊朗是你的事情，不关我俄罗斯的事情。所以普丁其实是聪明人哦，因为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去年6月的时候，川普他去派出 B2 轰炸机去轰炸伊朗之后，对，还有以色列当然配合嘛，对不对？过了2个月，8月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画面，就是在阿拉斯加，川普跟普丁见面了，结果头上飞过去的是什么东西？4架 F-35，对，1架 B2，对，警告普丁说，你今天来讲的话，如果你不听话或者是不答应我条件的话，我就会仿照对伊朗的模式。其实就有点震撼这个所谓的普丁。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这样对于习近平来说太尴尬。他以为说失去伊朗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把俄罗斯紧紧的抓着就好。结果没想到，俄罗斯现在已经心怀鬼胎了，甚至也有可能会跳船。所以现在这是习近平最无助、最无奈的地方了。是啊，因为你俄罗斯如果跳船不帮伊朗的话，难道你有可能去帮中国吗？对，因为他就知道说，接下来这个川普所要面对的真正的敌人，他不是俄罗斯，他是中国的时候。对，那时候俄罗斯他看不有情，你知道吗？现在的普丁来讲的话，他就必须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所以今天你看到了普丁他今天跳船了。他不可能去帮习近平，对，而习近平现在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我相信金正恩也不会帮他。现在他要独自面对川普。还有一件事情今天刚发生的，外媒传出来就是说，美国准备把在南韩的萨德系统撤到中东去，然后来部署在中东的防空系统。这个讯息是在警告南韩，也在警告李在明。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做这件事情打伊朗，他不是真的在打伊朗。他是在警告所有同盟国，你要跟我站在一起，然后呢，去威吓中国，你不能给我轻举妄动。对，所以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打哈米尼、打伊朗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哈米尼也好，伊朗也好，它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它根本没有任何实力可以跟美国打，它就是以卵击石这个概念。但是为什么川普还是刻意执意的要打？不是单独只有纳塔雅胡跟那个萨里曼2个去游说川普而已，这绝对不是单纯这2个人可以做得到的，而是川普自己他们评估过，我今天开始出这一招之后，接下来我要跟习近平见面，接下来我后面要做的对付中国的任何一个动作，还有李在明，我为什么在点名李在明？因为韩国真的会出事，为什么会出事？接下来的话，中国可能会要求北韩去搞一些事情，但是北韩会不会照中国的话去做？因为现在的邪恶轴心只剩下2个，对，基本上可以被人家看得起的，也就是北韩，一个是中国了，那其他都不行了，其他基本上都是被川普团灭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如果敢去动一些小动作，被川普看穿，那当然最后也是吃不完兜着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